你们不就是想摆完了范大娘子的嫁妆，再去贪图顾廷烨那个数不清的聘礼吗？你们不就是想把嫣然扫地出门，给你们家嫣红腾个位置吗？这话哪你说的呀？你们把于家几辈子的脸都给丢尽了。大人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告诉你们，嫣然的婚事，你们谁也做不了主。不是，父亲大人，母亲大人，这自古常言说得好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我是嫣然的父亲，那我自然做得了主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那好，你把这个泼妇给我休了。公公，这是哪儿说的话呀？这是你们这么做，可是把那媒人赶走。我这当亲父亲的，我能害死你的女儿吗？这字写的还是不好。姑娘，要不把那支子豪笔开了吧？这笔好些，兴许字也能好些呢。那笔还是留着吧。是字帖不好。二哥哥好久没给我找字帖了。前几日二哥还说找到了新的字帖，要给姑娘送来呢。那就让他送来吧。好。二哥既要茶水席子，奴婢再为二哥做盏茶来吧。不知道二哥是要小团茶还是龙团茶？不用不用。六妹妹怎么还不来？都2盏茶的功夫，你去催催。姑娘，这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弄的了，要不咱们出去吧？二哥给姑娘寻来了字帖，让她一直空坐着也不好呀。他有人伺候就行。那自然是银杏在伺候了，旁人抢都抢不过她呢。他是大娘子屋里送来的人，思念雇主也是常事儿。丹菊，你帮我换一个簪子吧，这个不好看。哦。姑娘且得在一会儿呢。二哥，最近天热，您身边郎好、杨好2位姑娘，可有给您做绸纱了吗？你做什么？六妹妹院的人，怎么这么不懂规矩啊？二哥，我是大娘子房里的银杏啊，您不记得我了？我只是问问您安好。胡说！六妹妹，你屋里的女使到底是谁管的？好好教过没有？二哥哥怎么怒气冲冲的？是银杏的茶水伺候的不好吗？银杏，快给二哥哥赔个不是。你其一个院子管着盛家大小事儿，女使好不好应该很放在心上。二哥，不知是银杏哪里得罪了二哥哥？哎，总之是个混账。银杏姑娘是大娘子屋里的，我怎么也得顾着大娘子的颜面吧？要不，那妹妹给您赔个不是吧？哎。你脾气这么软，以后怎么得了？二哥脾气硬朗，你也别往心里头去了。本姑娘不会责怪你的。
下次你只管伺候姑娘就好了。二哥若再来，你就让小桃去应付吧。不，下次二哥再来，再给我个机会，弥补今日疏忽吧。也好，毕竟你是大娘子房里头的，我们姑娘不会怪你的。嫣然姑娘，自古婚嫁都由父母做主，难不成我真的要嫁给那个顾廷烨？可他不成，怎么办啊？你知道李娘子镇守娘子关吗？看看这个，这是我小娘绣的。我小娘觉得，平阳赵公主既不仰仗父亲兄弟，也不仰仗丈夫儿子，一样能抵挡100万雄兵于阵前，是天下女子典范。令堂还真是与别不同。当时我小娘命悬一线，是顾二叔竭力相助。虽然最后我小娘没能保住性命，在我8岁那年难产过世，但是我心里还是感激顾二叔的。顾二叔其实也是一个热心肠的人。热心肠，你的意思是，许这个婚约是可行的？也不行不行，可真不行。我跟你说，菊草帮我打听过了，那个顾二叔，他院里的通房就有7、8个，平日里又灌棉花素柳，又是秦楼楚馆、勾栏瓦舍的常客。那天马会上你也看到了，他身边那个就是广云台的一小娘子。是，我是瞧见了。我母亲过世之前，我还是长房嫡女，万事不愁，从小金尊玉贵。现在倒好，我成了万事都怕的拖油瓶。祖父为了我跟父亲置气，祖母成天长吁短叹，他们一辈子都心疼我，临到老了还要受这种气。明兰，都怪我，是我害了家宅不宁，我对不起祖父母，实在不行，我闭着眼睛嫁了好了。你别胡说。可是祖父已经年纪大了，他受不起这种折腾。祖母又在哭，万一他们有个万一怎么办啊？你别哭了。咱们从小都是没有娘，都是靠祖父母怜惜着长大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咱不能随便糟践自己的一生。你若闭着眼睛就嫁了，日后过得憋屈，那老太师不是一样心疼吗？哎，你放心，老太师怎么着也是在朝堂上打滚过来的，怎么会计较这种小事儿？他和你父亲是亲生父子，有血缘关系的，过些天也就好了。别想太多了，把心放到胸口里。也是啊，别哭了，幸好有你。你哭什么呀？就是你就是因你招我哭我就哭，讨厌。这么说，当年顾家这位算是帮了你吧？是，我当时冲着大街上跑太久了，血沫子都要从口里喷出来了。幸而遇到了顾家二叔，这
这才找到郎中送到家里。无量天尊，那他也算是热心快肠了。今日多上2千罗灯，求太乙天尊能保佑咱们家里平平安安、和和美美。快走快走，去把阉人找来，我们去上卦去。姑娘的夫妻宫本没有主星，须得从对宫来记。对宫由太阳，太阳主夫妻宫，必是入庙化吉。化吉化吉，这不就是好的意思吗？本是好的，可惜太阳做夫妻宫，也主婚姻来得迟啊。估计要拖延一段日子。好了好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你再算算，我老头子和儿子什么时候说上话吧？老太师安好，请老太师听晚辈说几句。你以为找到这儿来，我就会答应你吗？你死了这条心吧。老太师不肯许婚，晚辈自知其中缘由。你知道就好。过往晚辈做错很多事，放浪形骸，不加修饰，确实不值得老太师将于大姑娘托付于我。你什么意思？过往那些旧事，自有其中缘由，很多事也不真是晚辈的事，还请老太师明察。哦，这么说，以前你干的那些混账事儿，都是别人绑着你去干的了？自然也不全是，晚辈确实有过荒唐的过往。只是上次在马场上见到于大姑娘，见她为了王母的遗物如此拼命，晚辈想到自己先母早亡，与她同病相怜，自是十分亲近，决意求取之。从今以后，晚辈定当改过自新，与烟花柳巷之所再无瓜葛，只留一个外室。从此以后修身养性，再不娶拿，吩咐别主。晚辈母家在扬州有一些私产，愿意以聘礼双倍之数，给于大姑娘准备着，以表敬意。我们是书香世家，数代清流，也不贪图你的钱财。说钱财，是因为惭愧；若是说功名的话，那觉得更加丢人了。上次科考，晚辈榜上无名，只怕再无指望。你们是武官世家，本有封音，还靠你去科考？是。那考到什么地方了？未及殿试。未到殿试。这么说，你已经过了会试了？听丞相公那边说，这个顾廷烨也确实科考。这么说来，他也就浪荡到10多岁，从白鹿洞书院读书算起，到他中举，也就6、7年的时间。照他这样的速度，少见呢。这顾家，又是继母又是继兄的，
他又不得侯爷青睐，是个虎狼坑。我们嫣然从小娇养，品性那么温和，这哪受得了这等刺杀？这个嘛，他心里像明镜一样。最近，他在准备分家立府，搬出去独住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家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，就不值一提了。听官人的意思，倒是要答应了。求求你们了，就让我见见于大姑娘，我就见见她。哎呀，我就见见于大姑娘，求她给我一条活路，给我一条活路还行。是不是活到陈世美了？我就见见于大姑娘。小娘子，天涯就在不远，你去告吧。去策马，我就进去见见于大姑娘，求她给我一条活路。回去吧，先回去吧，先。我家大人同大娘子去拜佛了。这老太师呢？老太师去宫里，家里面只剩下大姑娘和老太太。那小娘子口口声声要敬我茶，说让我可怜她，给她个名分，不然就长跪不起。我祖母被气得吐了一口血，就晕了过去。你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等我照顾好祖母，我就去观里当姑子去。不能让这女子再这么折腾下去了。可她赶不走，赶她一截，她就跪在巷子里哭。反正横竖我的名声是没有了，我只指望保住祖母，让她在外面也好。在外面太丢人现眼。祖母，你醒了。祖母，等我打发了他去，打发了。好，祖母。祖母，让他走，走。既然赶不走，那就索性问个清楚吧。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我就先回去吧，先回去吧。我家老太太叫你进去回话。哦，那还是在这儿说吧。这大宅院进去了，指不定有没有命出来呢。青天白日之下，有话在这儿说得好。于大姑娘，你就可怜我吧！啊，于大姑娘，你就可怜我吧！你这是讹上我们了是吧？赶他走！哎，别，我不走！你们不能抢了我男人，还要赶我走！再给我一说法！下！我不走！哎，我不要进去！你们不要给我拉进去！我不进去！哎，我不要进去！求大娘子给我一条生路，吃我一口净茶吧。我与你素不相识，毫无瓜葛，喝不了你的茶。你快走吧。怎么毫无瓜葛呢？二郎来姑娘家求亲，以后姑娘就是我的主母了。若姑娘不肯容我，那天大地大，就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。我还不如死在这儿，免受日后侮辱啊！大娘子，你给我一条生路吧！啊，你给我一条生路吧！你快起来！你给我一条生路！你快起来！我不会让你死的！你快起来！你给我一条生路！你快起来！下跪何人？我娘家姓朱，平日里，二郎叫我慢娘，是个苦命人。我看是很不苦的，寻常人家的女子，便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到太师府里来闹。要你走你不走，要你进来你不进来，只肯在外头哭，有意思的。
姑娘金枝玉叶，奴婢是个蠢货，没见过这么大的宅子，心里害怕。你怕？寻常人家，纳妾填房都是要问得清清楚楚，你倒好，上来哭天喊地一通，姓甚名谁，家在哪里，籍贯何方，你统统不报，还要我姐姐吃你的茶，你哪里怕了？是奴婢蠢笨，没想到。姑娘尽管问就是了。你是顾家的人？不是。那就是外头的人。是。父母兄弟是谁？家住在哪里？父母亡故的早，只有一个胞兄，相依为命。后来也去世了。那在世的时候是做什么营生？在码头里，搬搬扛扛的。那也是正经营生了。是。他那会儿就在六十码头唱戏。那即使在码头做活，与六喜班又有什么干系呢？我哥哥在世的时候，在那边打过杂。你呢？我在那边也唱过，只唱过几日。我姐姐做不了你这身份的主，你自去求顾家吧。顾家嫌我出身低，不肯容纳我，我也是没法子了，想求姑娘可怜，容我一条生路。你明知道顾府不容纳你，却来逼我姐姐，这还没过门呢，你就让我姐姐先忤逆长辈了，你真是好心计啊！姑娘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的命就握在姑娘的手中啊。令姐日后过了门，我与令姐共侍一夫，定会恭敬从命。什么过门？什么共侍一夫？无媒无聘，我姐姐与顾家有什么相干的？你口出秽言，污蔑我姐姐清白。我只想请你们余家给我一条生路，非把我逼上绝路是吧？好，那今日我便死在这儿，以证清白。放开我，让我死在这儿算了，我就死在这儿。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就死在这儿。放开他，放开他，放开，放开他。你明明可以嫁给寻常人家，安安稳稳过一生，却偏偏要做豪门外室。既做了这外室，那也是你心甘情愿的。你又在这寻死觅活的做给谁看？男人或许喜欢你这样的，可是这后院谁看不出来你以弱凌强，强自教区无灾人，前前后后2套皮子的这套招法。姑娘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血口喷人的难道不是你吗？你欺上门来，逼着我姐姐要接纳你这不为顾府所容之人，你这是陷我姐姐于不孝；你惊扰于府，上下鸡飞狗跳，人指点，这是陷我姐姐于不义；你张口闭口主母妾室，这是辱我姐姐清白；你空口白牙，血口翻张，就想毁我姐姐一生。你究竟是与余家有什么深仇大恨？
与顾家又有什么深仇大恨呢？姑娘，话不是这么说的。住口！要么自己滚出去，要么让他们把你捆了丢出去，你自己选一条路吧。若不是你家六丫头侠义之心，我那傻乎乎的孙女儿，恐怕早被你贱人囫囵吃了。哼，这丫头被我宠坏了，在你家蛮横霸道，你很该把她打出去。没把你家跟顾家的亲事搅和了吧？顾家？谁是顾家？我听都没听。我家嫣然早已经和我们老家许州的一个孩子指腹为婚了，只是那孩子前几年他母亲走了，所以嫣然才在汴京耽搁着。现在好了，这孩子他也过了孝了。过几天我和我那老头子就回老家去，看着他们成了亲，我这心事也就了了。这几日家事管得怎么样啊？大娘子管得很好，账务清晰，收支有度。我不过是萧规曹随，跟着大娘子做些惯例的事情，但也学了不少东西呢。管家几日，大把脾气管上来了，在自己院子里得忍着，倒去别人家唱了大戏。祖母说的是孙女太宣扬了。是真心认错了？其实不是。那就说说你的真心话。孙女心里盘算着，有些事儿看着很平安，其实凶险的很；有些事儿呢，看着很凶险，其实倒是很平安。那女子以为我是余家的女儿，日后再无碰面之日，认不得我，这是其一。此事实在不光彩，余家不但不会大肆宣扬，反而瞒得紧紧实实，我也不会暴露，这是其二。老太师不日就折回许州啊，这事就更被湮灭了，这是其三。所以，孙女这才炸着胆子坐牢。说到底，这是余家自己的事情，你替他出头，万一传出去，你是泥菩萨保金菩萨，害的是你自己呀。孙女知道这事儿于己不利，虽说是女子，要谨言慎行，不落半点口实，才能安稳一生。可孙女瞧着这事儿，吃不下，忍不了。孙女不能高高做钓鱼台，眼睁睁地看着嫣然姐姐因为太贤淑、太温柔，而被人活活逼到火坑里烧死，这不是良善的人该有的下场。你不光是为你嫣然姐姐出头，也是在为你自己出头。你是怕日后会遇到和嫣然姐姐同样的这种事情。嫣然姐姐是名门嫡女，尚且都朝不保夕，我又……只要我在一日，绝没有这一天。姑娘，嫣然姐姐已经走远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姑娘不高兴了，哄她开心点儿。姑娘，左近有家铺子新出了个点心，叫做蜜福酥奈花，我从来没吃过，
咱们尝了再回去吧。真好吃。你这究竟是哄姑娘开心，哄你自己开心啊？那姑娘高兴我就高兴，姑娘喜欢的我也喜欢。主要是吃口吃的，没瞧着你不喜欢。哎，姑娘，咱们屋里的那些人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收拾呀？再等等吧。灶台热了才能烧出来，现在灶台凉着，就算是放了粽子也烧不来黄粱。我也算是帮过你母亲。你谢我那对护膝还在我家里头搁着呢，但我自认为从未施恩携报，全了你家哥哥和我的情谊。可你呢，却恩将仇报，搅黄了我的婚事，毁了我的姻缘，这是为何呀？去剥些莲子，路上带着吃。姑娘，快去。熊爸爸，二叔问我许多话，我也想问二叔一句：你究竟为何要求娶于家姑娘？我与你一个黄毛丫头，我说什么呀？我本来也不知道，可那天见着二叔你的外室，我就什么都明白了。你能明白什么？嫣然姐姐素来温顺，有这么一个原配娘子，定能容忍你的外室。女儿家比不得你们男子，在外面天地宽广，任意翱翔。我们每天就这么1亩3分地的事儿，就来来回回、仔仔细细的琢磨，我都能猜着，何况是旁人？我用心虽不真纯，可我也是痛下决心的。我成家以后，自然会安分守己，与我的大娘子和睦的过日子。我与她都是没了母亲的人，她若能善待我的外室，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了她。你年纪轻轻，懂什么？等你要成婚论嫁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世间万物，什么都是需要考量的。于老太太都气吐血了，二叔你知道吗？啥？老太师本不肯许婚，可不知为何忽然改变了主意，眼看着就要同意了。二叔就没有想过，为何在这好事将成的节骨眼上，你那外室就突然杀到于府？他出身卑微，一向都柔弱。他怕我娶了一个高门贵女，从此他无容身之处，自然会去哭求。那他又怎么知道太师府所在？又能把老太太逼得吐了血，还逼着我嫣然姐姐喝妾室茶？出身卑微或许是真，从来软弱，却不见得。我明白，在你们这些人的眼里，就是这么看，也是这么看我的。顾二叔，你曾经救过我，我心里十分感激。我真心想提醒你一句，你那个外室朱曼娘，不见得是个好人。他去于家哭诉，不见得是个好人。你吊着齐衡，你就是个好人了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不是吗？小姑爷他心里头有你，这事儿你瞒得了别人，瞒不了我。你对他这是欲擒故纵，把他攥在手里像个风筝一样，紧一紧，他便来了；松一松，他便得走。好好一个7尺男儿，这不是让你给糟蹋了？你胡说八道！我和他话都不多说一句，通半点逾矩。你内心污秽，看人也污秽，为了自己日子过得舒坦，就去祸害我于家姐姐。
现在还来污蔑我？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该去祸害于家公，我应该来祸害你们盛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我若执意要娶你，你那老父亲难道不会把你许配给我，让我祸害吗？你敢？信不信我跟你拼了？拼？你拿什么跟我拼？这世上有山头，有水可以跳，我哪里不能拼？我这辈子做比丘尼，我做道姑，我嫁去陇山做一辈子，我放牛耕田，我也不会嫁给你。你放屁吧！就他那斗鸡走狗、棉花素柳的轻薄样，哎，这外事都闹到家里来了，你把嫣红嫁过去，你想得出来的你？夫人，这事儿啊，你得这么琢磨。这顾廷烨可是他们侯府嫡子，他上面就一个哥哥，整天病病歪歪的，说不定哪会儿就断了气儿了。这顾廷烨将来可是有可能承袭爵位的。哎，咱退一步说啊，就算他顾廷烨承袭不了这个爵位，他手头上那么多铺子，这银钱何止100万呢？啊，咱们家嫣红嫁过去，体面也有，尊贵也有，你可这满京城你划了，有几个能比得上？燕草，在这儿做的还好吧？好，总归21两官银，刘妈妈请来复秤。哎呦，还看什么秤啊？翠微姑娘手上是最有分寸的。刘妈妈和彩环姑娘平日难得来，今日陪九儿姑娘吃了饭再去吧。我哪里有那么大的体面啊？还得回去给大娘子回话呢。那我送送。算了，姑娘事多，先且忙着吧。我是用老的人了，难道还不认识回去的路吗？是这里。啊，对，还有。刘妈妈，六姑娘实在没什么事儿了，妈妈，不然还是让我回去吧。回去干什么？你老老实实在六姑娘身边给我待着。哎，妈妈，她就是个木头脑袋，也没什么可看的，不然还是让我回去吧。银香，大娘子选了你来，你若不尽心，自然有让我们尽心的地方。这长柏哥先前还总来看六姑娘，给她烧些字帖呀、徽墨什么的，如今已经绝迹不来了。啊？长柏哥嫌银杏服侍的不好，这六姑娘也没说什么，叫银杏去请罪罢了。可是后来有一次啊，这银杏把长柏哥堵在院子里，听说呀，还跟他要一条手帕，还当个在这里说笑呢。小丫头，百儿和海家的婚事就在眼前，这贱人还痴心妄想，谁说不是啊？哥是顾及六姑娘的颜面，这才没声张。六丫头这软骨头，这么混账的东西都收拾不了，她还想管家？你自己搅和了于大姑娘的好事，现在换于三姑娘嫁过来，听说她金尊玉贵养大，泼辣不肯容忍，过不过得出来，都看你造化了。奴自问一直小心伺候，不知嬷嬷究竟哪里不满？你蛊惑得了家里的爷们儿，却骗不了在后宅讨生活的女人。不说出身，也不说家世，你有做正事的品性吗？奴出身卑下，可也得在这世上过日子。嬷嬷，老天生我一场，总不能让我去死不是？
你要去哪儿啊？出去买2根针线。也好，我的针线也不灵了，同你一起去。小翠，把东西收拾进去。哎，扶我起来呀！娘子是要出门吗？嬷嬷说出门前必要跟她说一声才是。小翠，拿着。哎，小翠，终究是我比嬷嬷活得更久一些。你给我求个好前程，等于给你自己个儿也求了个好前程。将来你我在余家3姑娘的手下，活得会更松快一些。一朝花开傍柳，寻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锦书送罢莫回首，无语虽可透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玉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应是绿肥。